首先我们在做雕花的时候，外雕花的时候，我们记住一个万物皆从球开始。万物皆从球开始。当我们不知道拿到一个雕花胶该怎么去捏一个形状的时候，咱先去给它捏一个球状，就跟昨天给大家演示过的那个玫瑰花，对吧？演示过的玫瑰花也是一样。再简单给大家过一下啊，咱快速用这个给大家走一遍，然后咱就上指甲上去操作，好不好？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们先去团一个球，团好球之后，我们想要做一个玫瑰花，它是很多个花瓣的，我们总不能揪一点然后去团球，揪一点团球，所以说先团一个大球，然后把它搓成一个长条状，从球开始搓成长条状，搓好之后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一段根据花瓣的大小，想要款式的大小。分成几等分，好吧？这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超轻粘土啊！但是咱们日常做那个就用雕花胶了，好吧？你看团好这些之后，每一个单独去团球，团好球之后捏出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来，然后想要卷边就卷边，就卷出一个小的来啊。然后还有再往外侧的话也是一样，每一瓣花瓣都是通过咱们这样去压手压，然后或者说是用什么用咱们的雕花笔去一点点去往内侧去包，一层层包裹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咱们在做雕花的时候，任何款式先把它团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球状，先团成球，团完球之后再去通过这个球演变成一个椭圆形或者是长条形啊。因为我们今天会做几个款式，所以给大家多综合演示一下。啊，这个有点感冒，声音有一点小别扭，大家如果哪里有没有说清楚，及时告诉我，好吧？快速把这个也过一遍啊，就是你看，就是大花也是一样，看到没有？大花、小花都一样，玫瑰花就把它团成球，一层一层的往外包，越往外侧这个花瓣是越大的，越往外侧花瓣越大。因为很多同学没有雕花胶啊，所以现在你们先可以拿这个去演示，甚至做一些卡通系列的小图案都是可以的。来。你们能听见露露老师声音吗？我跟露露老师，我俩都一个劲儿的发烧，现在就差小静老师没有沦陷，他今天默默的戴上口罩，要远离我们。大家多多注意啊，一定要多多注意，最近这个疫情反反复复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一个玫瑰花出现了？然后这个在指甲上做的话，肯定不能底下这么尖尖，然后在指甲上做，但是主要的花瓣包裹就是这么来的，看到没有？就一层一层的去操作，一层一层的去操作。然后做一个蝴蝶结也是一样，快速啊，快速。来看也是蝴蝶结，包括 ZT 昨天说的一个款式，对不对？你一看上面，一看就是捏出一个小花瓣。举个例子啊，捏一个小花瓣，完了在这个小花瓣上面，这样不停的往上去刮一些纹路，砍出纹路来就可以了啊。那个花瓣的意思。像蝴蝶结呢，我们有2种操作方法，我先给大家这样简单演示一种，一会儿咱们再上指甲上演示另外一种。然后你看我蝴蝶结，我先去捏出一个长条条状，然后把它对折。看到没有？蝴蝶结的一半就出现了，然后另外一边再去怼上去，就这么去操作。这是其中一种，就是我们可以把雕花胶做任何操作，但是在操作的途中，万物皆从球开始。如果说在我们做雕花的话，一般都是在封层之后去操作。封层后操作，不要说是中间上面有浮胶呢去操作，是粘不住的啊，一定是在封层之后，而且是免洗封层。你像咱们用到的那个磨砂封层呀、钢化封层都可以，但是最好是别用镀金封层，因为有的镀金封层它超防滑，而且防油防水啊，那种特别的那种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雕花胶放上去有可能会打滑，粘不住，所以说最好别用镀金封层。但如果实在没有的话，用镀金也是可以的。另外，同学们，如果说你在粘的途中，我们往指甲上去粘的时候，发现啥呢？就是那个雕花胶放上去，它容易跑，粘不住。那么我们可以用大力胶。就是粘性比较大的，不容易流淌的这种大力胶呀，或者是透明的雕花胶，透明的这个叫什么呢？贴片胶吧，固态贴片胶，这些都是可以用来打个底，就是先在指甲上取一点点放到上面去，然后再做雕花，它就能粘住了啊，主要能粘住。如果粘不住的话，可以用这几种方法，好不好？用的啥做的？刚刚用的是这种超轻粘土，但是你们做这个指甲上不要用这个啊，只是拿这个简单放大给大家演示，还不会浪费啊。大家准备一个甲片啊，我们去打一个底色，准备甲片打底色。来，你们对指甲上。手上还有一个宝子们，就是我们手上要涂上护手霜，一会儿我给洗下来啊，咱先把这个擦一下，先涂上甲油胶，封层照灯。我没有提前做，是为让大家能够一块儿去跟着操作啊。清洁好了之后，取一个任何一瓶颜色甲油胶，哟，这是个蓝的，那就蓝的吧。我直接后涂了啊，涂一层甲油胶，照灯之后上封层，上免洗封层，可以用磨砂封层来操作。你们也可以用亮封，根据款式需要去选择，只要是封层之后就可以用这种。我们用的只是雕花胶啊，雕花胶一定是在封层后操作。另外，
你是在加固胶后，它有浮胶呀，有浮胶会粘住，有浮胶会粘住的，最好是在封层后操作。然后另外，我们手如果在捏这个雕花胶发粘的情况下，若手部发粘，我们手上是可以涂护手霜的。涂护手霜啊，涂上护手霜之后，手上偏有轻微那么一点点的油性，不要油性特别的大，就是有轻微油性它就可以了，就不会发粘了，好不好？这都是我们在操作一些日常小习惯，先贴给大家写到。如果接下来大家在跟着练的时候，遇到任何情况都可以知道怎么去解决，好吧？若手部发粘的情况下，然后在封层后操作要用免洗类的胶，万物皆从球开始。如果说雕花胶在指甲上粘不住，我们可以用大力胶或者说是贴片固态胶啊，去取一点点在那个我们要做雕花的部分，就可以把指甲给粘住了，好吧？来，这个呢，我们上一层磨砂封层，大家也可以涂一个颜色上磨砂封层，我们准备雕花胶开始。咱就说刚刚说过的这个玫瑰花，其实大家都会啊，应该说都会。玫瑰花知道它是怎么一层层包裹的，但是在指甲上可能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往上上了，是不是？别从玫瑰花了，玫瑰花上来有点难度，有点大。来，先照灯，先照灯。有一些款式啊，这做的一些版，你比如像这种花呀，还有一些这种卷起来的，包括这些啊，就随便拿了一些，这些都是可以。看到没有？上面有一个小凸起来的头部，哎，这种圣诞节款式，圣诞树的啊，这个是微雕系列了啊，包括上面这个小裙摆的，咱都是可以这样去操作。我把今天会常用到的一些都给咱们大家演示到啊，然后争取就是一次看一次直播，咱都能学会，就不用再反反复复的去看录播课，好不好？今天穿的小香风，对，穿了个小香风。来，磨砂封层，我们先去练习啥呢？大家取雕花胶，取一个白色的雕花胶，可以说任何颜色都可以。然后用榉木棒，这个大家都有吧？有很多人没有买那种什么这个工具那工具的，一个榉木棒，扁面去取胶。然后因为我接下来先从一个简单的小花开始，所以说我们可以，比如说我的整体花瓣偏要中号一点，那么取雕量就少一点。如果说想要这个你要接下来做的图案比较大，那么就可以多取一点点。万物皆从球开始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的手是不是有点发粘？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再去蘸一点清洁水啊，或者说是护手霜去操作，你看到没有？它就不粘了。蘸清洁水或护手霜啊，清洁水、护手霜涂好之后，你们应该就没啥事了。但是还有叫什么？蘸清洁水。轻，脑子呜呜的，蘸清洁水或者75酒精，95其实也可以，但是95会翻有点快，好吧？来，万物皆从球开始，球团好之后，我们给它拖成一个长条状，对吧？然后把这个长条给它搓匀了之后，这个因为没有看美颜啊，这个手有点略微粗糙。搓长条之后，我们拿榉木棒把它5等分，你先大概试试，5等分，1、2、3。4做一个简单的小5瓣花，5等分之后，来把每一个小雕花咱都给它团成球，每一个都团成球。哎，这个有点小了啊，难免有那么一点点。来，看团球，都团好球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每一个的操作。操作的途中，我们拿好这个甲片，可以每取一个放一个，看啊，取一个球放上去。我们可以提前捏好形状，也可以在甲片上去操作，放好。我们这个叫做指甲上它粘不住，就可以取一点点的透明胶。以防万一啊，咱们来一点。粘性大一点的胶，轻微来一点就得。就这种，哎，只要放上去，它不跑胶、不淌胶，这种简单的就可以了啊。这就是我说的，涂一层大力胶呀，或者说是粘性大一点的粘酸胶都是可以的。然后来往上去放这些小花，然后大家注意，在做雕花的时候，我们的手部一定要干净。虽然我这个指甲有点粗糙了啊，但是我们的手一定得洗干净，我是提前洗好手来的。你看再放上去是不是就粘住了？你先不要管形状是怎么样，我们先往上放好5个半。先放好之后，我们就用啥？用咱们的雕花笔，或者说是用这些榉木棒都是可以的啊。榉木棒去蘸清洁水，一定要是微微潮湿状态，然后把每个给它往外扒拉一下，不要离得太近。放的时候这5个尽量给它放均匀一点，位置大小都要均匀啊。稍稍拿开。来，蘸着
清洁水，你看啊，注意，我们再去团一个球的时候，我先拿一个小的举个例子，举例子，就我们在放上去之后，可以提前放，也可以之后捏好再放。放这个球的时候，注意，我们想让这边往下往花作为花心，外面作为花瓣的话，我们最好用这种硬一点的笔的话，不要这样捏，反过来往后，就是笔它不是有一个由粗到细的状态吗？正好由粗到细，我们去把这个花瓣的中间给它压出来。看到没有？直接一个小小的花瓣就出现了。然后想让它往外扩，那么我们的手法可以平着去往外推，是不是一个大花瓣就出现了？然后花心处我想再瘦一点，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往下来，然后再反过来往中间去推，就是一定注意我们用这个笔的方向啊，一定控好我们用笔的方向，看到没有？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花瓣就出现了，这上面有一只小毛毛。就是一定记得它的正反方向，也就是说我全部都是用一个尖尖去戳，越戳越碎，不要给它戳碎了，啊。有吧，来，接下来上面放好这些之后去调整。你看，其实因为它就跟橡皮泥一样，就算形状不对，它还可以再去多次调整，所以说无妨，你们只要每一个花瓣我给它做干净。你看，用这个用橘木棒呢，它能做出这种效果来。我们也可以用雕花笔，我昨天说过，如果想让我们做出来的这个面是光滑一点点的，是不是就需要用到咱们的雕花笔？雕花笔它铺出来的这个面相对来说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笔痕，啊。咱做一个偏小梅花，就是你看我用什么样的笔都给大家操作一下，大家来看。雕花胶因为我们不照灯不会干，所以大家可以重复去操作。这不就有了吗？基本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如果说想要调整它边边的形状，咱就去调整。其实这个我做的比较随意了啊。然后真正标准来说，我们做起来干干净净的，里面我们再用雕花笔蘸清洁水去给它清洁干净。然后包括这个雕花胶在使用的时候，每一笔它的每一瓣它浇的多少是一致的，要一致。你看可以调整形状，可以往这边来一点，对不对？中间啊不想要这么粗糙，拿雕花笔去给它塑一下形。这不就是咱们平常常见的一些小花花吗？是不是？这个要注意啊，两个花瓣中间不要说是这个离得太近，给它掏出一个小洞，它就好看。但如果说两个花瓣挨得太近的话也可以，但是它这个效果出来就是那种不属于很立体，就好像被糊成一团的感觉。所以说一定让它有写实的感觉，你能看得出来一半和一半的区别在哪里，对不对？那样就会好看一点啊，同学们。就这么去操作，大家试一下看看难不难啊？在这个一层照灯之后，我们可以去粘饰品呀，再去做它的叶子呀等等的，就这样去操作。就最简单的小五瓣花，最简单的小五瓣，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款式图片，这样大家一看就能明白它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来看，像这种，哎呀，有点暗。像这种看到没有？就是最简单的五瓣花放上去，那后面这样的如果有洞的情况下，咱又怎么去给它处理啊？只需要拿个这个，一下，没？然后如果边缘毛刺不干净的，只要发现毛刺不干净，咱们就拿这个咱们的雕花笔去给它把边缘细化做干净，有多余的雕花胶咱给它清理掉，然后不干净的地方给它做流畅，拍匀之后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款式操作。难不难？同学还在吗？你们都在跟着做没？就是笔呢，勤蘸清洁水啊，一会儿就干透了。我用的是酒精，因为我手过敏，所以蘸酒精。你们可以用那个清洁水都是可以的啊。这一层做好之后去照灯，就是也就是说一层做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去照灯。那我再做另外一个小花瓣，然后花瓣呢可以在指甲上，你看我是全部团成一些不规则的球，是不是？放上去之后又捏的差不多，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在手上直接团成一个长条状，团好之后我们用这个长条放在甲面上。那么这样做出来的这个指甲，它可能会更接近于一个尖圆形。你看啊，这不粘，稍微来点胶，稍微来一点胶。你看这笔下就粘住，是不是？来，内侧掉下去，外面注意看啊，想要中间薄一点，中间厚两边薄的那种尖花瓣就可以。前面还是注意这个方向压下去，到后面的时候反过来，我们可以往这边去压一下，然后把这边往内侧去收，中间来往外面去扩一扩。看到没有？就是想要尖的花瓣也好，什么花瓣也好，它真的对不难的啊，它就跟咱们捏橡皮泥是一个意思，千万不要把它想的可复杂，无非就是一些细节性的把控嘛，是不是？这不难的啊，你们应该都可以做出来。
很尖的花瓣、胖的花瓣，甭管是胖的还是瘦的，想要边缘立体一点的，就把这个笔探到里面去，探到里面去，把边缘那边边角角压下去的地方给它做干净。是不是街景的花瓣也有了，百合花也好，什么花也好，都能做出来了啊，不难的，是不是？来，先去照灯，把这个照灯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今天我实在是憋不住，自己往下流。来，来，再涂一个啊，再涂一个指甲。涂好指甲之后，再教大家做一些这个，一个是玫瑰花，一个是蝴蝶结，一个是玫瑰花，一个蝴蝶结，就是玫瑰花、蝴蝶结，再就是还有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就是要卡通写实一点点的人物，像这种的做法。然后因为这种要配合彩绘去操作，你看这里有玫瑰花，剩下的无非就是球，还有这种花边等等，都比较简单啊。你们说实话，这种是偏简单一点点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比较难的图，你们可以喜欢的发到群里面去，我直接在这教给大家，好吧？这个做雕花做外雕的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每做完一层一定要照灯，照干了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说在做雕花的时候用浅色系的，怕脏。因为雕花胶是会怕脏的啊，过一段时间表面会变成有一些脏脏的感觉，尤其是白色系列，所以这种呢，我们可以根据情况看是否要封层，就是这一层做好之后擦干净，涂一层封层就可以，也可以涂磨砂，也可以涂亮封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说我觉得这个雕花做完我很喜欢，很干净，我就想要这样的，那么我们直接可以去取饰品。你帮我去找个小珍珠或者豆豆都行，小钻也行，尖底钻也可以。你看，我们就把中间点上胶。胶料不要太多了啊，根据你要贴豆豆的大小点上胶，是吧？底下我就随便做一个啊，然后底下是这个花瓣还不统一，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我用的是超粘胶啊，糯米胶有点发粘。是不是？然后放上我们待会儿放上一个小视频就可以了啊。来，我们接下来去看这个蝴蝶结操作。蝴蝶结教大家两种，蝴蝶结教两种。第一种呢，我们是直接团好球之后放上去，这是第一种。来，我们做一个白色，可以调个颜色吧，调个一个颜色。做个粉色系，因为用的会比较多啊，所以说我会多取一点点，红色少一点，是可以进行调焦的，宝子们。你们说咱这些基础调色科学会了，这个是不是也难不倒咱们？也比较简单啊，无非就是它需要咱们付出点时间，付出点精力，然后得把它慢慢的给它搅拌一下。这个可能不太够，感觉这一点不太够，待会儿再不够再说啊。看这不就出粉色了吗？是不是没有的颜色也可以通过咱们自行去进行调色，调出来。好了，调好这个之后，我们如果够了就直接用，如果不够不要重新再去调的啊，我先多调一点，以防万一。所以说雕花款式一般价格也不会太低，因为胶比较贵，它又比较费胶，所以说一般价格低了吧，咱做不着，还不如说用个买个饰品去做。但是有的款式的时候，它就是自己做出来的更精致一点。调一起吧。你们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在指甲上万物真的皆可美甲。你们可以去找那种专门做粘土的一些博主呀，去看看人家做一些什么卡哇伊的东西，就跟着做在指甲上也是可以的啊。好了，来，这就够了。拍一个大球，就是我们接下来用到的雕花胶。这个课程对这个会的，咱们所有针对学员的直播课都是可以反复看的，好吧？可以反复看的。然后取好这个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去分成4段，这4段呢有2段是一样大小的，有剩下的2段分为一边多一边少。来看啊，有点发粘，先去团成一个长条状，从一个球开始分成一个长条状，然后手稍微沾点清洁水，不然会太粘了。好，看到没有？发粘。然后这个时候用咱们的这个沾点水，或者说你用橘木棒也可以啊。先1分为2，或者1分为3份吧，分3份吧，宝子们。有1份稍微小一点就好啊，那2份稍微大一点。然后单独的把每一份先团成一个球，这是最小的那个，咱先放到一边，先看这2个。这2个我们又要单独的把每一个团成一个长条状。这一个1分为2，平均分开。这个真的到时候根据你们想做蝴蝶结的大小去判断就好啊。来这边呢，我们分一个小一点，一个大一点，能看出来吗？一个小一点，一个大一点。好了，这是我们想要的4个瓣。然后这个我先放到一边啊，那个作为蝴蝶结的那个飘带丝带用，
这个就主要是做蝴蝶结的主要部分。来，把每一个蝴蝶结，我的手就丑一点吧，今天。每一个这个咱拖成一个什么状呢？手呢一定记得去勤蘸着清洁水，然后把它拖成一个这种小圆锥形，看到没有？拖成一个小圆锥形。会团吧，就把一边压下去，4个都是一样。其实先搓2个就行，因为这2个还暂时用不到。这2个搓好之后，来拿过这个甲面上，我们刚刚说过啊，先去沾上一点点透明的胶，防止一会儿粘不住。大致铺在涂蝴蝶结的位置，把中间一点点涂上就行啊，有一点固定住了，其他的都好说。然后去雕花胶放到我们的中间部分，看做一个斜向的对称的放上去，能看清楚吗，宝宝们？有问题就问啊，过了就过了。如果你们没有跟不上点，告诉我好不好？2个离得不要太近，就是大家都给彼此留一点空间，别上来就离得特别近，好不好？你看啊，当这个尖锥形我们捏好之后，它基本的蝴蝶结状态就有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接下来咱们拿九棒，不是有细细的签吗？还记得我说的方向吗？一定是斜着向下来。既然中间凹，那么咱们就这边斜着往下走，中间给它压下去，稍微调节一下形状，可以往2边扩一下，但是中间的地方不要差得太大。有没有？然后这边看啊，抬头看，同学们压下去之后，这边来往中间去拍一拍，是不是基本的形状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先去这样做，同学们。这边也是一样啊，左右都一样，不需要大小非常统一，基本上差不多就好。好。来，这边基本形状捏好之后有点乱，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拿雕花笔把甲面给它做光滑，蘸着清洁水啊，把把这个我们做蝴蝶结的面儿，咱给它做光滑一点点。然后注意这边的厚度要有啊，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去给它掏洞，做出立体感，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这样就行了，是有立体感的。然后边边角角想要浮起来，把这个底下的地方给它擦干净，底下这儿擦干净。弄干净之后，同学们看过来，我们下一步操作。这个大家能跟上吧？能不能跟上？如果说简简单单的小蝴蝶结的话，可以这个样子，但是这种说实话太 low 了啊！就是我们要做就做的大大方方的一点，所以说咱先把这个拍下去。然后用这个榉木棒反向，它不是有一个洞吗？对吧？没有这个的，你们也可以用这种东西啊，它反正只要能掏洞都可以。然后去看看啊，沿着这个厚度的内侧部分，看我们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里去戳进去，看没？给它戳进去，别戳的太薄了啊，稍微深一点点。不平整也不要害怕，不要担心，因为一会儿我们可以拿雕花笔去给它找平。咱先给它往里掏一掏。这边掏一下，这边也掏一下，就在它的中间，这是为什么让大家保留它本身厚度的原因了啊！先掏进去，掏好之后，来拿雕花笔蘸清洁水去把边缘内侧给它做光滑，水不要太多了啊，太多了也会影响。边缘不干净的地方、不平整的，咱都可以在这一步上去给它做漂亮。你们可以到时候全网搜，基本上做雕花蝴蝶结的无非就2种，第一种呢就是先放上去，在甲面上去塑形，做出这种掏出来的那个立体感啊。第二种呢，咱们就是得提前把它折叠，就跟那会儿我给大家演示过的，先折叠，折叠完了之后做出来的这种立体感。这个因为没有照灯啊，所以大家在这一步的时候可以反复调节，根据我们想要的样子、蝴蝶结的大小、它的形状去做调节，直到我们觉得我可以了，我觉得比较满意了，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去照灯了。照灯之后，我们来叠加第2层啊，这只是第1层，第1层咱先给它做利索了，做利索没有问题，咱们再来上第2层。来，去照灯啊。照灯期间，我们可以准备第2坨。
刚刚不是在手上这个嘛，或者说你放在你的调色纸上、油性纸上都是可以的，一边小一边大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就是一边小一边大的这么一个瓣儿，也可以去找对称啊，也可以去找对称，就是这个这样去做。这个小的也是团成一个尖锥形，大的也要团成一个尖锥形。现在直播间人也还没昨天多，有孤单。你们都在跟着做没？有没有在跟着做？好了，这个做好了，把这个放上去，两边。不知道能不能粘住啊？试一下。小的放上面，小的放上面，大的放在右下角，这样去放。看到没有？一开始是左右这样对称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这样斜着去放。放好之后，同样也是给它压出想要的咱们的形状来。然后如果你们有这种的，还用这种东西也是可以的啊。第一层一定照完灯之后再去做第二层。好，这个碎玉加型。可以让这个不要特别的扁平啊，你看让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弧度就可以，不用特别扁平，稍微有点弧度就好。底下做干净，下面做干干净净的，别有各种各样的小毛刺，或者说不该脏东西，或者说多余的雕花雕的散碎。好了，做干净之后，来这个还是给它偷渡，翘起来。换一个。其实这些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款式系列课程放到咱们教程里面去啊，但是在直播间呢，直接把你们教会的话，说实话没必要去看，因为我感觉这种比彩绘都简单，无非就是怎么去把这个花儿做立体感，做立体一点，对不对？就看个人喜好和审美了啊。但基本上来说，像这种图案还是偏简单的，它不属于很复杂。口袋掏进去，还直接用个掏口袋。跟小骨头似的，离得太近。多练比彩绘简单，对，这个多练比彩绘简单。就是捏橡皮泥，捏橡皮泥再难，咱还干啥还简单，是不是？像咱们有喜欢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你车上贴的啥来？啊，泡泡玛特，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做，甚至现在也有一些那个叫什么，模型啊，咱直接拿雕花雕压进去，压出来，照完灯抠出来就是一个模型，也更简单。就是总会市场给咱们提供一些便利啊，但是最基本的这些咱得懂，好吧？咱得懂，不能压了啊，再压糊作一团了，这种，再压就糊成一块儿。来。来，第一层咱做好之后，我们去照灯，接下来可以去叠加第二层，中间感觉不漂亮没关系，一会儿我们会拿一个饰品全给它盖住啊，全部给它盖住，然后照灯之后，刚刚咱不是还有一小块没有用吗？把它拖成2条到3条吧，2到3条，两条吧，2条简单一点，来，1分为2，一条短一条长啊，1分为2，一短一长。就是提前先想好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形状，捏好，也是做成这种，这次要细细长长一点，但是前端一定要有个尖尖，跟个小虫子似的，是不是？这种成品哪种好点都差不多，模具成品你看，就是蝴蝶结它太多了，用胶都能做，不用雕花胶都能做的，有的是就是太多了，你就只要看到那个模具就买就行，不用说非得买30的还是50的，有的它是有自己的设计版权，有的它没有，所以说仿的它一般价格都比较低，但是仿的吧，它说实话也能用，也能用啊，别买那种价格太低的，那有可能就有点那个劣质了。
有点太液体了啊。蝴蝶结这个要做2层，这个看起来是很扁平，上面还要再叠加一块小的啊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做上去，来，中间压好之后，这边往这边去压一下，拐过来啊，这边往这边去走，看到没有？压过去，压过去，这边上这边来走，看它这个去叠起来了，就上面往上面走，然后拐折的时候拐过来，再往下面来一点。可以堆成几层啊，就这种蝴蝶结的做法。然后大致拟出形状来，我们可以再拿笔，当然有习惯性的也可以直接用雕花笔，就这支雕花笔去把它的形状给刻画出来啊。然后比如说这边我再往上多趴一点，让它柔一点，别很生硬，别拐的太生硬，就跟咱们画画一样啊，一定要柔起来。有粗有细，有粗有细就要漂亮的多。然后这些别趴的太往下，往这儿，先往这边来一点吧。就是通过咱们去塑形啊，也是一个长条条状，然后底下呢别这么生硬，这个位置咱可以趴下去。你看想拐几下就拐几下，这种做。这个一定丝带就要干干净净的，千万别让它做的太杂了，别做的太杂啊。底下一个小小的丝带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下去之后。这一边往左边压，一边往右边压，注意2个别挨到一块，挨到一块就粘起来了。所以我一般先会用一些熊棒呀，或硬一点的这种硅胶笔，硅胶笔吧，一直没用的。尖尖的这个擦干净啊，先压下去，这边往这边走。基本的心态就有了，是不是？形态捏好之后，我们拿雕花笔稍微给它简单塑一下形，一边厚一点，一边薄一点无妨啊。像这种是可以的，你看做出来它有那种石膏感是可以，这没问题的，就不用有的时候雕花别太规整化，就随意一点就好，随意一点就好啊。好了，这是一个蝴蝶结底层的一个纹路，然后我会单独的再把这上面去给它稍微叠加一层，也可以就是这样就得了，然后贴加个饰品就好了啊。先照灯，照完灯照中间，可以用雕花胶再去加厚，也可以贴珍珠、贴饰品、贴钻，然后加完之后也可以用来画画啊，等等等等的都是可以的啊，都是可以的。在这个上面我们适当的粘一个这个不放的，哎。贴上一点小珍珠，用圆底珍珠，不要用平底的。就是粘这种饰品往里加的时候，不要用平底，用尖底或者圆底会好一点，好不好？这个上面啊，再去叠加一层，你们这一个简单蝴蝶结就有了，上面稍微叠加或者贴个大珍珠放到中间，一会儿再做，咱先把其他做完，大家先学过去，剩下的时间咱们慢慢一块跟着做，要不然课程时间赶不上啊，赶不上。我先放到这儿，然后我们接下来指甲上再涂一个之后，去教大家做一个蝴蝶结，不是蝴蝶结，玫瑰花，就是这几种学会了，你们原来每一种的操作都是这么来的，每一种都是这么来的。它不是说，一种是一种的操作方法，但是每一种都教会你们了，洞应该怎么掏，弧度应该怎么拐，然后包括这个甲面上花瓣应该怎么压，是不是都给大家疏导？还有最后一个立体一点点的，咱就拿蝴蝶结举例，它是麻烦一点啊。我再教你们做一个混色的玫瑰花，指甲先涂一个底色，哟，这是个粉色，正好。玫瑰花大家做的时候做白色的会偏多，但是其他颜色吧，玫瑰花只要一上，搭配款式好了行，搭配不好的话它就可土了，所以你们可得小心啊，可得小心。反复揉搓容易成沫沫，不会。如果你里面掺的水过多的情况下可能会，但是如果说正常用的话是不会的，咱有一个颜色比较多的那个胶，我拿出来用。那个啥啊，我就直接简单的两种颜色，然后这个雕花胶是可以混色，你像像做这种可以混出几种颜色来，就是我们可以把2种胶给它进行揉搓，也可以做出渐变的效果来。渐变效果是那种更适合用雕花粉去操作啊，一会儿再用雕花粉去给大家简单做一下玫瑰花，如果想做偏立体浮雕一点点的，应该怎么去做，好吧？这个照灯之后，我上一层亮封或者磨砂封层都行，磨砂封层吧，大家能看清楚。
花、玫瑰花呢，我们还记得吗？大家应该现在就搞清楚了啊。先会分成几等份，然后挨个往指甲上去加，分成几等份，挨个往指甲上去加啊。咱做个红色。这手比较好使，这个雕花胶这个是太硬了，有的时候也不行；太软了也不行，太硬了也不行。那就是缩小版的玩橡皮泥。就跟擀饺子皮儿似的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然后把每一瓣给它搓成小球，压扁，搓成小球再压扁啊！直接压扁的话可能会就是不太好看，而且形状有点偏方，不够圆，因为花瓣都还是以圆形偏多啊，圆形类的偏多，圆边偏多。这就玩似的，就在这刻上了。来，先取一坨小小的，取一个小的。放到指甲中间，透明胶啊，放上去就稍微涂那么一点点，它就容易那个啥。你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，有什么劲儿你就全使出来了。看，来，宝子们，捏好一个小花瓣，看啊，中间哎呦呵，确定好了之后，这个时候笔这个上面就不要蘸清洁水，蘸清洁水蘸不住。然后来看啊，放上去，中间先做出一坨，然后拿一个扁扁的花瓣，直接放上去，看，把底下戳起来，上面需要往下压就往下压，能看清楚吗？就这样去来，它也是层层包裹，注意花瓣边缘一定要干净，千万不要有过多的小毛刺，不要有过多的小毛刺。这第一层包好了之后，一层一层的往上加。一层一层的往上加，把这些干净的边缘放到外面，不干净的往内侧收进去。记住，花瓣是每一层逐层包裹起来的，它不是那种叫什么咱们这个合并啊对称着去做，就是一层压着一层去走，把前面那一层给包起来。小鱼儿，想起你一说这句话，想起原先让我外甥拍段子。看看，哎，来，如果说中间做好之后，感觉它颜色有点混色的情况下，这个时候不要着急，接着往下去叠加，一次性做完，把这一层先拿去照灯，照完灯之后，我们再逐层的再往外去包裹，这样呢就不会让整个这个花朵成一坨的感觉，它才会分散开啊，好吧？一会儿这个上面上一层磨砂封层会好看的多，底下亮，上面磨砂的都可以，慢慢的把它做干净一点点。稍照一会儿啊，30秒左右，来继续往外去叠加，包裹着前一层的花瓣，能看清楚啊，包裹前一层的花瓣，加，底根部塞紧，上面花瓣往下翻，下面花瓣往下翻，继续。别好了，水多了。注意啊，别太薄了，太薄了后期容易折断，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厚度，除非你说全部趴在指甲上的那种花型，但凡做立体一点感的，一定记住要做出一定的厚度来，千万别给它做薄了。对呀，越往外你花瓣胶越大呀，你不大它包裹不起来嘛，是不是？稍微大一点点，因为面积大了，你如果说同样一块面团，也是它可以变很大，但是同样变大了之后，它就会变薄。就像我刚刚说过的，越往外咱这个花瓣就得稍厚一点点，就不能说很厚吧，但是至少跟内侧它的厚度差不多，才不影响最终的一个结实程度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不一个小玫瑰花就完成了，对吧？就简简单单就操作好了，没什么太多难度啊。咱们这种课程就跟咱玩似的。
来，做好之后再去照灯，然后可以同时添加2朵到3朵，2朵到3朵都行。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做好了这个花，对吧？上面也可以再去通过彩绘增加边缘花瓣的颜色，然后一层层的往上加，一定注意厚度啊。然后全部叠加好了之后，我们再可以去添加旁边加饰品啊，这可能很多同学不喜欢，但是你要知道是啥意思，好不好？甚至说你看，像底下花瓣画好之后，在这底下的花瓣上面，我们也可以再去添加另外一种花瓣。给大家说一个什么意思啊？做一个洋气一点的。这个简单很快，做起来很快。我用雕花胶以后，我用雕花粉吧，我用雕花粉给大家做。哎，稍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雕花胶、雕花粉都可以，然后都做法不一样，但是这个使用的工具可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像这个下面，我们也可以去给它做一些叶子。先简单说一下叶子啊，不能不说这个常用的东西，说不到不行。我用这个颜色了，我就不调色了啊。这个颜色上去肯定会土，肯定会土，但是咱不讲那么多，就先看一下款式。叶子一定是不能超过花的大小，就不管你取的胶多还是少，我都取出来了，快用了吧，不要这样想，就是传成椭圆形，长椭圆，然后两端能尖一点是最好的，给它压下去之后，来看啊，我们放到指甲上，叶子。根部无所谓，根部粗一点细一点差不多就行。然后前面的话，我们要给它，就是因为你看这样之后，我们去给它再去塑形的话是很不好塑的，又想让它尖尖一点，又是不是就不好操作了？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建议大家是提前把你的这个小雕花胶捏成什么形状，中间胖两端瘦的那种，看这种两端尖尖，中间胖，看到没有？压下去。压下去之后，它也是一端尖尖一端胖，提前把这个形状塑好之后，再往指甲上去贴，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啊，宝子们会更方便一点。就是别等着全部我弄完了我再去贴，那就晚了。提前把形状给它塑好。看一个细细长长的小叶子就出现了，哇，这个好，就跟结婚戴的那个胸花似的，结婚戴的胸花似的。好了，这个叶子就是有的款式不好操作，提前做好捏好形状再往上放。如果是浮在甲面上的，是可以放到甲面上之后再塑形。来，我再拿一个甲片，快速用这个雕花粉稍微给大家一演示哈。来，其他同学们可以戴好口罩了。来，水泥，乳白色打个底。打好底色之后照灯，取的是拉丝胶。哎，你说那个拉丝胶在你那吗？还在陆老师那？找个拉丝胶，应该在陆老师。60年代标准对，60年代结婚必配。但是偶尔做个这个，其实还挺可爱的，你没发现？其实这个还挺可爱的。我突然想起一个款式，我们可以就奔着这种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穿衣风格，说年纪大要配合啥啥，那咋说的那句话都在往老年穿，我们就专门做指甲也做这种，做指甲做这种。好了，来拉丝胶啊。拉丝胶在这上面上磨砂封层，磨砂封层之后，拉丝胶去操作照灯。因为这个拉丝胶，有的拉丝胶它属于免洗类的，免洗类的胶，有的它不是，所以说你们根据胶去判断，免洗类的胶是可以在封层后操作的，它不会粘手，但是有的胶就不行啊，就不行。早灯，可以亮封，可以磨砂封层，磨砂封层是为了让大家看更清楚。雕花粉，白色，然后水晶叶。哎呀，我这个感冒别的难受，就愁用水晶叶啊，这先拿走，先拿走。雕花粉啊，不是水晶粉，你们用水晶粉也可以，我用的是雕花粉。快干水晶叶。来这一层之后，我们
上这个看啊，我们画有的时候用这个东西画花，可以提前把胶取到我们的局部棒上，它可能很不容易断，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分几次去取，但是千万别弄得外面到处都是啊，弄得越干净越好。然后有的时候胶不够，转圈把这个胶吸到咱们的局部棒上去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在指甲上可以根据款式，我们随便去画花。你比如说从中间开始画几瓣花，往周围去扩散啊。尖形花、圆形花都是可以的，一般画2到3层，不会说1层就结束。中间有一点点这个胶无所谓，因为我们还需要再上这个立体花。这个铺大了啊，这个铺有点大，先把底下随便去做一点，然后这种就要偏洋气一点的，就是咱先学会它怎么用，后期款式是随便操作的，好吧？不要说哎你这个款式不好看，那整个咱得学技术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来等等，这一层做好之后，接下来上咱们的雕花粉。啊，完了，我怎么把这个给加上？这厉害了，雕花笔。好了啊，在这一层之后，取雕花粉和水晶液。雕花粉、水晶液。哎，这个笔有点手心，我先来点吧。其实不应该用这支笔啊，用到了它就用到了。来，放到上面，我们刚刚做好那层花瓣的上侧，做到它的上面去啊。然后感觉特别干的，可以适当再去加一点水晶液。然后距离花心有一点点位置，不要离得太近了，不要离得太近。然后去给它开始塑形，还记得吗？往外去铺，反手往外去带啊，反手往外去带，带出我们想要的这个形状来。形状别太规则，一般来说做尖尖的要比做那种圆形的要大方一点，你们可以试试啊。做这种尖尖的花瓣，就是边缘是这种形状的，要比边缘是圆的要大方一点。得快做啊，再不快做它会干掉。好，把中间压下一个弧度来，完成。看，这也是一个偏就做外雕的一种，但是它的整体是比较薄的，用的是雕花粉去操作，有没有？可以往上去叠加，然后几种方法大家任意去搭配。你看胶可以和晕染液去使用，然后它也可以和这个甲油胶配合，也可以和拉丝胶配合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有点多了啊，稍微取下来一点点。好，你看也是把它先弄成一个球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来笔呢要齐蘸那个水晶液了啊，要齐蘸水晶液，然后把花往外去拖动，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往两侧去压花瓣，有大有小也可以。挺好玩的啊，研究研究。2个花，2个花，3个再加上去，3个稍微再小一丢丢，就是不要太大了。我这有点受限啊。数量别太多，我这个纯粹是为了把它有一些干粉给它做匀。你们正常操作一定注意好控粉量。好，然后最后来一小小的一半。我也
想做2层，待会儿我把教会大家这些基本使用方法，然后我自己把它做完，拍个照发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拍个照发给大家，要不在直播间一边看着一边做，是不是有点太耗时间？还2层，这是用这个雕花粉做的，雕花粉、雕花胶都可以啊。哎，因为感冒这个它不受限制，所以有的时候做着都突然松手去干别的去了。哎，就是没办法，今天确实大家见谅。大家看看，像这种花，然后中间我们看起来现在看起来很别扭，但是中间我们要配合什么呢？配合一些假油胶或者彩绘胶，比如说我用一个点一点点黑色啊，点一点点黑色，然后再加一些亮片胶。就你们正常的话用晕染液就可以，我这没有晕染液，所以我先稍微用它点一点，然后用笔去蘸着底胶，把边缘给它晕开，做出一个渐变效果。用底胶蘸着，完了有点多。蘸底胶晕开这个边缘，你就给那个稍加一下。你看花瓣的深色不就加进去了吗？是不是？然后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再往周围扩散一下，就是颜色大家可以随便搭配哈，颜色可以随便搭配。我呢是直接用了一个这个黑色假油胶往上去叠加，叠加完了照灯，照灯之后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些这个亮片片。漂亮多了啊，就不像最开始一样那种效果。这个最后上个统一上个亮峰啊，整体效果就会可以啊，这种做出来简简单单的也能上上去，而且颜色把这个中间深色区再去叠加一下，不要做的太浅，不然它对比度效果也出不来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也是一种做法，都是做这种浮在甲面上的效果，都是用雕花胶做的，但是手法上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大家回去慢慢练啊，回去练习一下。我把今天这些没做完的都做完，做完之后给大家拍个照片，你们参照着去做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如果说是学员的话，记住今天咱们做的。你们有在看回放的，这3个都是没有完全完成的。比如说这个照灯之后可以再加深一下颜色，会叠加第2层小花瓣，这个中间也可以再叠加1层小花瓣，之后这个中间可以添加一些饰品等等的啊，最简单的一些操作。还有咱们学会的玫瑰花。